哎呦，教授，我不行。本教授看你行呀。老教授拍板定论，精卫武学是为武举准备的，没有一个人去参加科举，被国子监嘲笑为一群无脑武夫。这口气他憋了很久了。反正考上了，精卫武学荣光；考不上，圣国公丢人，何乐而不为？裴森，小爷与你什么仇什么怨？你有这样坑小爷？小爷一定要宰了你！同时还不忘大喊：教授，裴森说他也下场，定要正得荣光。好嘞！教授回应得快，人跑得更快。盛长哥，明明是你说的今年下场，捧回状元就可以和锦世子站在相等的位置，摸脸更方便。教授，我不下场。可惜无人回应他。盛长哥，你不讲义气，我是为了帮你，你坑我。裴森对上盛长哥凶狠的目光，抱头鼠窜。盛长哥追着裴森，差点一头撞在隔壁出来的人身上。盛长哥表示无比尴尬，此时想要撞墙或者是挖个坑埋了自己。提前恭祝盛世子金榜题名，请景世子帮忙和教授说说，我不行，不然我爷爷会打死我。盛长哥伸手就要去拉景亭，准备伺机摸脸。与我何干？没拉到衣服，可惜。再接再厉，这个冰山总要有点恻隐之心吧。那么景世子借一借科考秘籍？不借。他苦闷的想要哭，今天流年不利，诸事不顺呀。小师弟在哪里？紧接着就有一群人涌进来。小师弟勇气可嘉，既然要挑战科举，我等来瞻仰风姿。瞻仰疯子。师兄们都来喝酒，雅间就坐。裴森说过请客的。来，咱们下注开赌，就赌盛世子中不中。我压世子不中。盛长哥脸一垮，要不要这么现实啊？掏出一锭金子拍在桌子上，我压盛世子中。哎呦，这金子注定是我们的了。而盛长哥在2楼悲愤地看着一众没有见过面的师兄们大快朵颐。不要愁眉苦脸的，我们看好你。教授已经写推荐书去了，没想到纨绔盛世子还是饱学之士。盛长哥苦笑，饱学个鬼，他那手狗爬的字儿，京城谁不知道啊？想死！自作孽不可活。一时间，比小将军死更引人关注的消息是，纨绔世子要参加科考。谁见过盛世子作诗？众人摇头。谁见过盛世子拿过书本？众人又摇头。只见过拿酒壶、被狗追、撩女人。盛长哥出了明月楼就没有笑过，上了马车后，他的脸色瞬间恢复正常。以前以为纨绔就可以让爷爷放心，如今看来纨绔是行不通的，一样有人要弄死他。如果碌碌无为会被悄无声息地弄死，那么不如高飞，飞得越高越是万众瞩目，别人越是不敢随意动手。他盛长哥此生要从纨绔成为众人之上的神。去槐树街，马车慢悠悠地往前走。世子爷，有人跟着。盛长哥挑了挑眉，倒是没有兴趣去看。有个眼角有痣的妇人。前面糕点铺子停一下。盛长哥也不看人，径直下了车，进了店铺。不久，那个妇人也进入了店铺。不一会儿功夫，盛长哥又出来了。那个妇人也拎着大包小包的点心走了。回府。这么些年，其实有不少妇人抱着孩子找上门。想想盛长哥14、15的年纪，也不可能有那么大的孩子。但是诡异的是，盛长哥都暗暗认下了。槐花街买了一个大宅院，那些妇人和孩子都安置在里面。若是细细打听，就知道这些妇人要不是死了丈夫，要不就是遭受迫害，没有什么活路的。思琪，我想让你去打人。好嘞，只要你说，我一定完美的完成任务。只要他们去槐花街滋事，你就暗中揍一顿，不要死人。什么时候不去了就算。槐花街，似乎思琴就被派去了槐花街。盛长哥回了国公府，
就让凌霄阁的管事大丫头去找白氏支500两银子，一杯茶还没有喝完，那丫头俏聪就回来了。谁欺负你了？夫人说账房吃紧，拿不出这笔钱来。玉淑小姐天天要吃燕窝，内院吃穿用度皆是最好的，真把自己当做国公府的主人了。不气，你且去给你家爷做吃的去。世子爷，你和国公爷都是男子，人家把国公府搬空了，你都不知道。俏聪气哼哼的出门，就看到白氏从外面前呼后拥的来了。他来了，从后门出去，请我爷爷来，你家爷会给出气。哥儿，真的不是叔母不给，府里吃穿用度都用钱，账也没有收回来，一时短了，还几日就好了。是啊，世子哥哥，你不知道，咱们偌大的国公府处处用钱，母亲操心劳力的很是辛苦，你可不要怪母亲啊。对她没有银子，那是把银子都花谁身上了？母亲怕哥哥丫头说不清，赶忙过来说一声，世子哥哥就不要生气啦。盛长歌耳尖的听到有脚步声停在外面，眉眼弯弯的笑了。知道叔母辛苦，没有就算了，长歌去宫里要也是一样的。忍你们很久了，在我的地盘上蹦的，真把自己当一盘菜了。哪里要你去宫里要？叔母这不是送来了吗？府中虽然一时短缺，但是叔母自己的嫁妆钱还是有的。这可不行，我爷爷有俸禄，我国公府还有田庄几个铺子一些，总有钱花，怎么好花叔母的嫁妆？向来动别人的嫁妆是要被人指着脊梁骨骂的，何况我还是叔母阁房的侄儿。他什么时候对国公府的资产这么清楚了？阁房叔母不就是外人？何况叔母那边只有叔叔一个人有俸禄，本来叔叔也没有薄产，叔母嫁过来的时候嫁妆也不过几台，虽然爷爷当时给了很多聘礼，终归没有国公府资产厚，劳叔母动嫁妆是长歌的错，让叔母劳心劳力还要赔进去自己的嫁妆，是国公府对不住叔母。白氏一口气还没有缓过来，就听盛长歌接着说，长歌要让爷爷找个人帮忙，长歌是个不成器的，就知道吃喝玩乐，这要是累坏叔母，让叔母人累财失，外人不知道怎么说长歌和爷爷苛待别人。白氏差点一口气没有喘上来，就此晕过去。这帽子一个比一个大，他打不得骂不得。世子哥哥，这是说的什么话？你看看母亲气的，母亲也是好意，唯恐短了你的花销，你哪次要，母亲也没有说过二话。叔母可不要误会，长歌可是没有这个意思啊。世子哥哥，你，母亲别气。妹妹如此娇美，这一套白玉头面不下几百两吧？这一身新款的衣服，长歌知道，玲珑阁是500一套，果然穿在妹妹身上就是美不胜收。盛长歌不顾两人微微苍白的脸色，笑着接着说，定然是叔母善于经营，这些年产业越发的大了，叔叔真是娶了贤良的好夫人。说起来，长歌母亲虽然不在了，也是留下嫁妆的，父兄也是有很多赏赐的，长歌找找册子看看，估计还有很多。白氏有些摇摇欲坠，恶狠狠地瞪了盛玉书一眼。歌儿找什么呢？爷爷，世子哥哥欺负人。哦，世子哥哥怎么欺负你了？你说出来，爷爷打他。国公爷没事，就是世子要银子，一时晚了一会儿。你是花钱太多了，这一年足足支取了2000多两。国公爷，魏长史匆匆从外面进来，说金郊几处田庄的庄头来了，来找国公爷，可知何事？说是田庄涨租子的事情，去前院看看。歌儿，你要的赏赐册子和嫁妆册子在前院，和爷爷来拿。国公爷，叔母，你没事吧？脸色怎么这么差？没事，你快去吧，我们也去看看。母亲，都是盛玉书的错，若不是他说拿盛长歌一把，也不会到如今的地步。国公爷，
明月楼来要欠款了。盛长哥，你个孽障！爷爷，真不是我都是吃培森的。你哥哥呢？说是同窗相约去赏梅赋诗去了。若是你父亲回来，一定拖住，不要让他知道前院的事情。好孩子，回头母亲和你细细说。前院的大厅里，几个庄头都站在那里。说怎么了？国公爷，今年租子上涨1成，可是真的？谁说涨租子的？我们几个田庄都收到通知，说是今年和别家一样，国公府入不敷出，撑不住了。委员，谁通知的？国公爷，我等感念国公爷大恩，若是国公爷做的决定，我等定当服从。国公爷是直习的不对。说，国公府人情往来，吃穿用度有些吃紧，何况哥儿3、5不时要钱。委员，请上站来。国公爷，我错了，我知道错了，你不要让夫君知道，是我没见识，是我错了，看着人家都正常收租难受，是我的错。盛国公，明月楼的甄掌柜站在一边。甄掌柜，你说。贵府公子在明月楼记账5600两银子，不知道何时可以补上。最近明月楼有点捉襟见肘，若不是为难了，定然不会来打扰盛国公。哥儿可有此事？盛国公，这还真不是世子的事情。世子吃饭从不浪费，只点够吃就好，平素也多是其他贵公子请客。你胡说什么？不是盛长哥还能是谁？这上面有盛公子的签名。那也可能是你仿造的。明月楼开遍天下，和你一个小小的公子过不去。你我家青儿在国子监读书，岂会饮酒侠妓？爷爷，听说镇阳侯府老夫人无心管理宅院，不说小将军的嫁妆了，就是御赐之物都被偷了9成。御赐之物丢失转卖，那是要砍头的。伯父，盛战从外面匆匆赶来。委员，和盛战说怎么回事。委员也不添油加醋，只是原原本本的从头说到尾。侄儿惭愧，请伯父严查。今日侄儿在这里看着查。那就查吧。甄掌柜，我看看簿子。甄娘笑眯眯的奉上，不置一言。逆子，畜生，去把那个逆子给我绑过来。老爷，你不能啊！青儿还是个孩子。孩子？他都15了还是孩子？知道满京城花楼找女人了，还是个孩子？委员，先看看账面上有多少钱，给甄掌柜先结账。国公爷，账面上不足500两。盛战一个踉跄，1年10万两是妥妥的有的，可是现在不足500两。去本国公司库先取了。几个庄头一起留下来查账，不多久就查出了亏空，以及账面上至少应该有的20万两。钱呢？监守自盗，这个罪名传出去，儿子的前程，女儿的婚事，他的官位，哪个都别想好了。魏长史，烦请您带人去搜我的院子，包括库房。不，夫君，你不能这么做，你不能这么做。我不打女人，你若不说出个子丑寅卯，我会送你归家。这是要休妻。白氏眼睛一翻，就昏了过去。母亲！各位庄头都回去吧，本国公永远不会增加租子，哪怕是国公府吃不上饭，盛战都是小事。伯父，盛战住在这里本来就心有不安，伯父养着我们一家，他却……侄儿愧对伯父。国公爷，魏源把几张纸递给了盛国公，盛国公扫了一眼，你看看。盛战只看了一眼，就扑通一声坐在地上，捅破天了。这个白氏要坑死一家人了。盛长哥探头看了一眼，竟然是放了印子钱。天启有律法，私放印子钱无论多少，下狱杀头，尤其是勋贵之家，说不定削爵流放都是有的。这是抄家灭族的大罪。伯父，怎么办？叔父，当务之急叫醒叔母，问清楚都给了谁放的，利银不要了，本能要回来多少就要回来多少，然后一刀两断，
消除所有的参与痕迹。冷水来泼！白氏，你想想你的儿子，你做了这事儿，如果被发现了，是要抄家灭族的。你害死你的夫君儿女。我给了一个人，他瞒着别人，并不知道是我放的。谁？我娘家兄弟。伯父，府里暂且交给你，我去处理外面的事情，回头侄儿定当给你一个交代。圣战转身，脚步沉重地往外走。国公爷，玲珑坊和珍宝阁都来要账，另外公子因为调戏女子被打了。圣战的脚步顿了一下，深深吸了口气，急着往外走。盛玉清哀哀叫唤着从圣战的眼前抬过来。盛长歌看向门外，思琪只是对他笑了笑，伸出了2个手指头，打了2次的意思。所有在大厅的人都被关在大厅里，等着圣战回来。世子哥哥，都怪你，不就是500两银子吗？我母亲又不是没给。啪的一声，一个耳光重重地甩在盛玉书的脸上。伯父，只追回15万两，亏了5万两。盛战把银票放在桌子上，然后让长随带人把自己的妻儿带走。伯父，我会给您一个交代。这儿过去就过去了，以后不要再犯就好。盛战没有说话，点了点头，走了。小狐狸，得了，爷爷，你比谁都门儿清，不过是等一个机会，不然国公府迟早满门抄斩。老狐狸，你想要做什么？老头，这府里不干净，你安心吗？燕姨手里那些有毒的东西，你难道不知道？知道。我沦落沟渠，依旧被下毒暗杀。孟尝云军功卓越，依旧逃不了暗害。既然如此，我想要站到无人能够企及的高度，让他们忌惮，让他们想要动手都要掂量一下。所以这才是你参加科举的目的？就你那一手狗爬的字儿，即便是有了他的才学，你以为你写得出来，认不认得那些字都不好说。嘿，老头，厚道一点，我是你孙子。我进宫一趟，找个人来管理国公府。你是要把底牌给人看？嘿嘿，小子记住，别人给你看的只是他想要你看的，至于底牌，你猜有没有？真的没有胜算。一眼看到桌子上的银票还在，伸手抓起就揣在怀里。怎么个情况？那司兰人调戏不止一次了，忍无可忍，私情已经教训过一顿了。恰巧我又遇到，就在暗巷里套头又来了一顿，而且让人传播的是因为调戏良家女子。私情是谁？国公爷知道你收留那些无家可归的妇人，就派去一个人暗中看着他。老头有心了。嘿嘿，你过来，我有任务给你。我给你银两，你去找一个大一点的店面，最好后面是带很大的院子的，可以住得下那些人。思琪一把抓住桌子上的银票，嗖的一下没影儿了。我去办事。目光看着外面尚且没有融化的积雪，眉眼静静。孟启没有那么大的能量弄来那么多的凤引，穆北翼也不应该这样的愚蠢，漏洞百出。大概没有人知道，孟尝云和穆北冥虽然被赐婚，但是当时孟尝云在疆场，穆北冥在京城，赐婚后并没有见面，并且也没有通过书信。盛长哥不知道穆北冥所谓的情深从何而来。到盛国公从宫里回来的时候，后面就跟着2个人。盛世子，姑姑，这是莫姑姑，本来在宫中已久，该出宫，她无心嫁娶之事，以后府中庶务借由莫姑姑来管理。好嘞。不错，看着是个机灵的。您老哪位呀？这就看出来了。我给你找的夫子，你不是要参加科考吗？我丢不起那个人。盛长哥一步一步后退，他已经能够想到夫子拿着小条子凶神恶煞的看着他写字背书的样子了。那个爷爷，我还有事，先走一步哈。你小子可是夸下海口要去捧个状元回来。爷爷，我是被裴僧坑了，我不行。不行就认怂，你把爷爷的脸放在地上摩擦呢。我也
很无奈好吗？跑呀！你怎么不跑了？哼，把你被锦世子狗追了8条街的镜头拿出来，我就放了你。盛长歌欲哭无泪，他跑不动。景世子的狗没有圣国公厉害啊！不，是圣国公比景世子的狗厉害。怎么不对劲儿啊？哎，不管了，反正这个老头比较厉害。圣兄，这是……盛长歌哀嚎一声，丢人丢大发了。这小子竟然要参加科举，不是踩着老夫的脸玩吗？哎，我家也是。你们这俩熊孩子互坑简直是熟能生巧。2个老头对视一眼，双双准备去酒楼一醉解千愁。哎，还有这操作？这俩老头不是彼此看不顺眼吗？于是被留下来的2个人决定找个地方放松放松。我准备压自己中，想想我要是中了得赢多少，好爽。是不是昨夜下雪你的脑袋打开了进了水？裴森，哎，君子动口不动手啊！你家太子表哥还在天牢里吧？你说太子表哥怎么想的？自己坑自己？总会水落石出的。走吧。2个人影哼着歌，歪歪斜斜的走远。路边2楼的房间里，听风买盛长歌种1万两。世子，你疯了！你知道京城上的人怎么说吗？他们说盛世子要是能高中，母猪都能上书，男人都能生孩子。静听冷哼一声，不过世子说啥就是啥，小的这就去。如今的盛长歌似乎有那么一点意思了。盛长歌一回到国公府，就发现气氛很不对。伯父，这就是侄儿给您的交代，侄儿感念您的救命之恩。哎，这儿也没有别人，不用拿过来，以后好好过日子就好了。伯父，我知道你心疼我，可是你知道吗？嫂夫人留下的嫁妆，还有那些御赐的东西，我那个院子库房里有一大半，我都让魏长史拉回来了。还有御赐之物被那个畜生转卖了。伯父，我会找回来的，我对不住你。起身大步往外走。什么交代？白氏被关入祠堂，从今礼佛不问事。盛玉清被盛战狠狠打了一顿，听说已经下不了床了，在下场之前不能出自己的院落。没了。盛战把他的院落通往国公府的门堵死了，从今别院而居。这般波澜不惊的就结束了，有点不太满意呢。我觉得呀，你应该想想科考的事情，夫子已经等了很久了。我不。你要。裴国公送来了赔礼，说一定要找到用那支笔剑的主人啊，同时送了裴森过来，说既然你们一起商量要下场，那就一起学吧，就住在公子的隔壁。老头，你明明知道隔壁有狗，这个感觉不太好。他要为了景世子洁身自好啊，万一裴森夜里爬墙，本国公倦了。盛国公伸了一个懒腰，起身走了。那都是我的。自然，受伤的是世子。嘿嘿，阔绰盛世子，要不要过来喝酒？你最好安安静静待在你的房间里。小爷就不，你能奈何？哼，思墨，给小爷扔下去。裴森这感觉眼前一花。盛长哥，你不讲究，小爷我是客人。裴森怒极，然而并没有人理会。盛长哥，我母亲不就是晚给了一会儿钱吗？你至于吗？你就把我母亲放出来。你最好现在闭嘴，回去。怎么闭嘴？我母亲怎么了？挪用啊！现在立刻马上滚回去，不准出家门半步。他懵了，呆了，就那样红肿着脸被拖了回去。哎，这小娘子是谁呀？盛长歌瞥了他一眼，手一挥，裴森华丽丽的再次被扔了下去。盛长歌！回应他的是砰的一声关上门的声音。思墨，我想让你做一件事。世子爷请说。你就不好奇我为什么让你去做那些事情？服从命令是我们的天职，哪怕是夜探天牢？可以。京居重地，高手如林，景亭可能也在，你确定你可以？思墨没有说话，只是平静地看着盛长歌。这是我的计划。盛长歌递给思墨一张纸，如果你能把我带进去更好。你不行。记住，无论什么时候，你的性命是第一位的，我要看到活着的你。思墨顿了一下，转身走了。
夜色已3更，一道暗影闪过，那个人径直奔着大理寺而去。天牢里很是安静，因为目前只有太子孟云星和孟启在这里，而且是分开的。孟云星拢紧了自己的衣服，坐在木头床上，他的耳边似乎有凉凉的空气在有节奏地吹着。孟云星吞了一口口水，慢慢的转头，先是看到了正要伸到他肩膀上的一只惨白的带血的手，那是孟长云的手。孟云星僵硬的一点一点的抬头，凌乱的长发下掩映的脸，可不就是孟长云吗？有鬼，来人啊！不要过来，孟长云，你不要过来！小小的空间一览无余，不会是做贼心虚发了癔症了吧？真的有鬼，真的是孟长云来了，我看见他了。然而无人相信，天牢里连一只苍蝇都进不来，还能进来鬼？不远处的孟启和穆北义想要问问究竟是怎么回事，然而并没有什么人理会。孟云星眼巴巴地看着一群人走远，他长长松了一口气，现在也许天牢里才是最安全的。但是这口气还没有松完，披散着头发惨白的脸又飘在他的面前。鬼啊！有2-3个锦衣卫跑过来，还让不让人休息了？不做亏心事，你怕什么鬼敲门？不要走，你们回来，孟长云来了！隔了2个房间的穆北义心里发寒，孟长云怎么会来了？孟云星如果崩溃了，他们必死无疑。星儿，我们都在呢，没什么事情，你上床安安稳稳睡一觉，什么都不要理会。但是这时，那一双惨白的带着血迹的手直接奔着孟云星的脖子来了。不是我要杀你的，不要找我！想要你死的不是我只是看了你的头，我不看你也是要死的。怪不得我，是你太厉害，让人气质难看，是孟家军太厉害了。那双手掐上孟云星的脖子，一点一点的收紧，却是无声无息。孟长云，你该死！那么强大的孟家军，你怎么可以掌控？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你知道吗？孟长云，插入你身体的刀刀剑剑不是我命令的，你饶了我，我只是听命行事。孟云星，你胡说什么？听到没有？孟长云，是穆北义要孟家军，是穆北义嫌弃你功高盖主，是穆北义假装被劫持，隐隐进入埋伏圈，不是我，真的不是我，孟长云，我是你姐姐啊！孟云星，穆北义双眼血红，想要就这样冲出来杀了孟云星。星儿闭嘴，你疯了！如果穆北义和孟云星坚持没有被劫持，不知情，那么孟长云只是追击溃军战死，毕竟军情记录在那里。父亲，救我！我不想死，父亲，我不想死！凤印不是你下的。什么凤印？我不知道，我只是让青玉给你下了软筋散，不是我，真的不是我。孟云星，是穆北义，一定是穆北义！我偷偷看到他的长随夜里出了营帐，往敌营的方向去，一定是他。月儿，不是我，真的不是姐姐！你放了我！我父亲想要爵位，不是我，给老太君下毒的不是我，你放了我，饶我一命吧！感觉到那双阴冷的手要再次收紧，孟云星慌了。我知道一个秘密，你身边有一条毒蛇，很毒的蛇，我怕它。出了什么事情？景婷的身影出现在天牢里，孟云星眼前的人影瞬间飘散，他绷紧的神经瞬间松懈，整个人眼一翻就晕了过去。锦衣卫里里外外搜了一遍，除了几个犯人，再无其他。大人，2名锦衣卫从孟云星隔壁的牢房出来。这是孟云星说的。小的不敢隐瞒，整个监牢都听到了，只字不错。不知道太子可是有什么可说的？
一个疯子的话你也信？人在头脑错乱的时候不容易说谎。哼，金庭，本殿下是太子，即便不是太子，还是皇子。知道你是皇子。是呀，皇子，景世子。有些计谋真的是殿下想出来的，殿下是自己把自己送进来的。说完，径直走了。大人，无异常，无人闯入。那就是孟云星自己吓自己，总感觉遗漏了什么。天牢里再次开始搜查，一直折腾到天亮，也没有什么发现。早朝之后，景庭在御书房见了木刚，那一张纸瞬间就点燃了木刚。蠢货，畜生！昨夜有人假扮锦衣卫身份潜入天牢，似乎不为杀人，只是为了找到真相。今天接着审了吗？今早提审孟云星，对于这些事情供认不讳。王德，去请镇远侯府的老太君进宫一趟。景庭，朕感觉累极了，长安还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朕就不该让这个蠢货去当监军。朕本来想着他是一国储君，多历练一下，跟着小将军学学，谁成想是朕的错，没有想到全是美色，可以迷惑一个人的心智，家国天下都不要了。长安百姓再次遭受战火，我军将士还不知道伤亡几何。景庭低垂着头，只是安静地听着。也许此时木刚真的是后悔的吧。老太君到。老太君，朕对不住你啊。陛下何出此言？景庭，和老太君说说。景庭说完，老太君静默良久。老太君，朕准备罢黜太子，按律问斩。至于孟云星，一样有人头祭奠小将军。陛下不可。老太君，不要劝朕，朕损失了一员大将，朕对不住长安的万千百姓，他们不死，朕心难安呐。陛下，太子非不得，也不能斩首。老太君，你不用顾念朕。陛下，如今天下皆知小将军战死，贸然改口，只能给敌国长志气。孟家一心为了天齐长安，如今外患未平，废太子势必朝局不稳，出现内忧，内忧外患，天齐危矣。可是老太君，他们本来就是罪魁祸首。陛下，云儿已死，为国捐躯就够了。要说计谋，也只能说是敌国的计谋。毕竟太子的长随还没有找到，不是吗？封印究竟是何人所为，一样毫不知情。老太君希望朕如何处置？陛下可以说，太子监管不力，孟云星祸主作乱，暂且稳住百姓之心。百姓求的是一个交代，我孟家人为国捐躯，值得。老太君，你让朕的心充满了愧疚。若是陛下难以心安，不如答应臣妇一个请求吧。是真的镇远侯孟家人心里只有家国天下吗？还是明知道没有办法，为了这最后的要求轻飘飘？老太君，你说，只要是朕能够做的，怎么都行。陛下，臣妇只有一子，如今一门尽亡，孟启一家不提也罢。臣妇不想自己身后没有人给臣妇一门上清香扫祠堂，所以恳求陛下准许臣妇从宗族选一子过继过来。准了，老太君看好了，禀报上来，立刻封镇国公府世子。木刚格外的爽快，孟家主将已死，至于老父一人，孟家军已散，朱雀令已交，过继的人想要再聚孟家军的可能性几乎没有。老太君要求去天牢的时候，是景庭陪着的。景世子是不是感觉老身不疼云儿？老太君，长辈爱子女，必为计深远，景庭理解。
天家之子哪是那么好要了性命的？这件鼓动起整个京城百姓情绪的事情，已经让穆刚满心的芥蒂了。即便是穆北一有错，他也会认为孟家打了他的脸。天牢里，老太君静静地坐在那里。伯母救救侄儿吧！侄儿什么都没有做呀，都是那个无知妇人呀！你让我救你？侄儿以后一定严加约束家人，给伯母养老送终。为了爵位，我儿子、孙子、媳妇儿、孙女儿的死，是不是都有你的参与？若是说实话，我看在国公府后继无人的份上，也许会救你一命，或者是留下你的儿子孟云清。国公府？自然，云儿被封为上家公主，我儿子追封镇国公。孟启心里狂喜，国公啊！如今国公府后继无人，只有他和他的儿子。伯母，侄儿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呢？侄儿是真的不知情呀！星儿做错了事情，伯母该怎么罚就怎么罚，只求伯母救侄儿一命呀！你当真毫不知情？老太君冷笑，对于静默的用冰冷仇恨的目光看着他的孟云星，他看都不看一眼，注定是个死人而已。侄儿真的不知情，侄儿一家吃住都在国公府，侄儿这个官位也是当初大哥找人说了话的，侄儿不是忘恩负义之人呐。哦，你倒是有心，若是出不去了，你有没有什么要和我说的？孟启愣了一下，他想到了孟云星和穆北义合谋杀了孟长云，陛下会杀自己的儿子吗？那么顶罪的自然是孟云星，这般大事怎么可能不牵扯到他？伯母，如此就只剩下孟云清了。伯母知道青儿是个好的，好学上进，也孝顺。如果侄儿无缘得见天日，只求伯母怜悯青儿丧父丧母，孤单一人，把他留在身边，让他替侄儿尽孝了。他终归是孟家子弟，在京城我会关照一二的，只是留在国公府是不可能了。伯母，侄儿有错，柳氏有错，可是青儿什么都不知道，青儿没有错呀。难道伯母连这么小的祈求都不能帮忙吗？孟启，柳氏要下葬，国公府有云儿，公主之尊，柳氏不能从国公府走，所以我已经让人把他们送回你们的老宅了。老太君今时今日才知道，孟启一向的做小伏低都是在演戏。伯母，青儿只是一个孩子，伯母竟然容不下吗？偌大的国公府竟然没有他的容身之地吗？父亲，何须求这个老钱婆？我只恨没有斩草除根，他们若是都死了，这国公府还不是我们的？孟启没有说话，似乎是默认了孟云星的话。老钱婆，就是穆北义想要孟家军，就是皇上容不下孟家功高盖主，孟长云也是穆北义弄死的，你去找穆北义呀！啊，你有那个能力吗？你还不是狗一样的跪在皇上面前，不敢多说一个字。孟启，当初你父亲是个庶子，早已经分家出去，那个时候孟家还没有爵位，分家并没有驳了你父亲，对半分的，这事儿宗族是有记录的。侄儿知道。至于镇远侯的爵位，是我的儿子屡屡战场立功，
九死一生，用血肉之躯拼回来的。封侯之前，你与我家是分府而居，封侯之后，我们搬家，你们自作主张就搬了过来，我也没有说什么，以为多个人多一份力量，彼此有个照应，所以镇远侯府也养了你们一家几十年，我可是说错了。孟起不语，你们没有出过钱，没有出过力，白白享受镇远侯府的荣光，不然孟起，你何来四品职位？孟云清又如何能进国子监？你孟云星怎能进入贵族圈子？老钱婆，你闭嘴！大人说话，你插什么嘴？这就是你的教养。孟云星气鼓鼓地瞪着老太君，恨不能扑上来直接掐死这个老东西。我镇远侯府愿意提携，也要你知道感恩，不然早已分家，有什么情分？哼，当年你祖母你父亲作为，你也不是不知道。老太君冷笑，本来庶出兄弟就没有什么感情，何况当初孟起的母亲还气死了他当家主母的婆婆。但是你孟起是怎么做的？你觊觎爵位，放任柳氏肆意妄为，你的女儿给云儿下毒，砍下云儿的人头，想要占有云儿的军功，把控孟家军。老太君，你应该知道我也中毒了，刚刚在宫里陆院士把的脉，慢性毒，下了也有几年了。你说谁的手笔？我本来想要问问你们后面是不是有人指使，如今看来不必了。老太君缓缓往外面走，陛下怜悯镇国公府后继无人，怕镇国公一脉断了香火，准许从宗族过继一子，封世子之位。伯母，青儿不可以吗？毕竟承唤您膝下这么多年。是啊，当初我也是动了心思的。青儿在我面前长大，想等着云儿战场归来就给孟云清请封，谁知道你们竟然这样等不及。老太君，从今青儿无父无母，不是一样可以请封吗？再也没有我们拖累，不更好吗？但是有你们这样的父母，老身不敢。老太君迈出房间，径直走了。老钱婆，你就是故意的，故意来说这些话，我诅咒你不得好死，孟家一门都不得好死，一样是孟家人，凭什么你们光鲜照人，我们就得低人一等？凭什么你们是镇远侯府的，我们就是庶出二房蹭吃蹭喝的？切，有这个志气，自己拿命换军功呀，别去蹭吃蹭喝蹭爵位呀。门口的锦衣卫把两人分别推搡进他们原本的房间。人要脸树要皮，蹭吃蹭喝几十年，还要杀了人家鸠占鹊巢，脸呢？不是他，西岳太子怎么会逃走？如今怎么会卷土重来？成安的百姓还不知道还要经受多少磨难啊！呸！简直就是民族的败类！本殿下要见父皇，有人吗？本殿下要见父皇。夜色降临的时候，一顶小轿来到了天牢。陆天笑早已经把天牢的里里外外清理干净，就是孟起和孟云星也被暂时的带走。父皇，你可知道错了？儿臣知错，但儿臣不后悔。儿臣错在识人不清，错在手段不够狠厉，处理的不够完美。混账！你知道成安现在战事又起吗？所以儿臣后悔没有处理好成安的事情。但是儿臣看不得父皇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即便是冒天下大不韪，儿臣一样会做。天下是我穆家的天下，军队是我穆家的军队，能为我穆家卖命，
是他们的荣幸。为何小小孟家军竟然可以凌驾在这些之上？孟家都是穆家的臣子，难道孟家军不应该是穆家的马前卒吗？父皇不知，在军营，孟家军是孟家的亲卫，其他人的命令一概是不听的，只听孟长云的。军队其他人他们从来不看在眼里，哪怕儿臣这个太子监军。孟长云说夜袭就夜袭，孟长云说杀谁就杀谁。若是有一天孟长云说弑君，估计孟家军也是义无反顾，绝不会犹豫半分。父皇，这样的孟家军难道不是悬在头上的一把利剑吗？儿臣要不来就杀了主将群龙无首，他们只要有异动就可以直接斩杀。父皇，我们天齐不能留下这样的利剑，因为没有办法掌控。所以你不悔？是的，儿臣不悔。儿臣自擒去太子之位，父皇想要儿臣入大狱也好，午门斩首也好，只要能安武将之心，儿臣都心甘情愿。儿臣永远把父皇所想放在第一位。你可知孟家军散了？木刚冰冷的目光里带着一丝杀气。散了？孟长云已死，谁做的？难道他早有准备？是孟长云早有准备，还是老太君事后补手？谁都不知道。但是现在孟家动不得。世子爷，消息出来了，孟启流放边疆，孟云兴明日斩首，穆北义圈禁于明王府。明王府，京城有庆王穆北明，有恒王穆北庭，还有神龙不见首尾的贤王穆北燕，哪里来的明王？太子被封明王，速度挺快的。后天小将军出殡，小将军早已死去。从成安到京城1个月的路程，老太君和礼部商议，就3天吧，入土为安。谁送孟长云？陛下准许老太君从宗族中过继一人，承袭世子之位，送小将军。走走，去镇远侯府，去看看那个年轻的小世子。镇国公府，司墨纠正道。世子还是换身衣服，今日很多人祭奠小将军。司墨，本世子要鲜花，无论是什么花都好，你偷的抢的还是买的，本世子都不管。镇国公府，盛国公府盛世子到，裴国公府裴公子到。盛长歌和裴森进去行礼，想着一代战神就这样陨落，不禁心有戚戚然。回礼。盛世子，老太君请你去坐坐。裴森，你先回去也行，等着我也行。歌儿，祖母可好？你这猴儿，祖母倒是叫得顺口。谁让歌儿没有啊？歌儿一看到老太君就感觉到温暖，像是祖母的感觉。盛国公府只有那个老是拿着条子的硬邦邦的老头，一点都不温暖。看到我家的世子了？没有来得及细看，但是也是丰神俊朗的小子，像是孟家的人。不知道祖母放心吗？要是放心，就交给歌儿，歌儿带他玩遍京城。呵呵，放心放心，歌儿人称纨绔，却是有赤子之心。何况我也没有别的什么要求，只要他开开心心的就够了。跟着你呀，刚刚好。什么纨绔？就盛国公那个老狐狸，真的能够养出纨绔来？孟云清来了，让他进来吧。孟云清跪下给老祖宗磕了一个头。青儿可是遇到了什么困难？祖母，青儿只是想问问，父亲今日被流放，青儿要给他准备什么，打点些什么，这些青儿都不懂。你那几个姨娘呢？都是死人嘛，这样的事情要你一个男子打理。他们都在闹，无暇顾及父亲。他们都是你父亲的妾，你母亲不在，你自是有权担起来。让江嬷嬷和你去一趟，给你准备妥当。就是押送的侍卫，江嬷嬷也会打点。如果可以，就让你母亲身边的嬷嬷或者你的奶嬷嬷管家，后宅安稳，你才能有时间向学。青儿，感谢祖母。
盛长歌看着孟云清的背影，默默不语。一家子都出事儿了，唯有他没事儿，似乎有那么一点不合常理。出了镇国公府，老太君为何要见你啊？你忘了城门口小爷我被人一箭穿胸，掉落在城门下景世子怀里。又编不下去了。切，你就是掉落在臭水沟里了，我可听说了的。现在你的身上还有臭水沟的味道。哪里有味道？那不重要，重要的是小将军不是滚到小爷的怀里了吗？老太君谢谢我那日护着小将军。不过盛长哥，你的那一番话真的让人感动啊！没有想到你还有这个本事，是兄弟小看你了。切，日日在茶楼酒肆跑，说书的说的听的都能背下来了。不过老太君让本世子带着新来的孟世子浪遍京城。老太君真放心。盛世子，盛长歌本能的一个哆嗦，盛长歌惊恐的后退一步，把裴僧往前一推，就想要跑。盛世子，京城女子，上到8身老妪，下到几个月女娃，你都能夸出一朵花来，怎么就不能夸夸心儿呢？这位小娘子貌美如花，体壮如牛，那件红色的袄子特别配你这艳丽的头花和脚上红色绣金的绣花鞋。这些都是俗物，你夸夸心儿呀。心儿不美吗？他们说心儿是第一美人儿。你家那条巷子里谁不说你是第一美人，你就胖揍人家一顿，甚至威胁要嫁给人家，人家敢不夸吗？盛长歌腹诽敷衍道：美，真美，整个京城独一无二的美。裴僧看着盛长歌吃瘪，简直就要憋不住笑了。既然人家这么美，盛世子可是心动？盛长歌没法接话了，他安安静静地走在街上，招谁惹谁啦？盛世子不感动。怎么就不感动？谁不同意？我揍扁了他。就是心有点小，放不下。他嫌你胖。盛长歌一转头就看到听风驾着马车停在了一边，盛长歌扑上马车，撩开了帘子。听风，景婷紧紧地皱着眉头，让我看一会儿，洗洗眼睛，不然我的眼睛就废了。谁欺负我家妹子？躲一躲，躲一躲，景世子，救急救急！那狗突然从帘子后伸出头猛叫，盛长歌一晃，一头栽在路边的雪地里。谁把鸡血都堆在路边？不道德！盛世子，你为啥看上我们如花娇艳的妹子？我不能！盛长歌想要辩解，这气势简直吓人。难道是因为他们说你没种？这般瘦弱，一看就没种。走，断然不能耽误我家娇滴滴妹子的幸福。盛长歌蒙圈中，今日整个京城都沉浸在一片悲伤的白色里。礼部工部的小将军出殡的道路上早就挤满了人，设满了各家路祭的棚子，漫天飞舞着纸钱，地上更是铺了厚厚一层。沿途的商铺人家都挂上了白灯笼。盛长歌亲眼看到这般盛况送自己，眼里发酸，眼角发涩。孟家的付出百姓记得，皇家却不记得。风雪悲天地，大将辞九州。去时少年身，归来终裂魂。小将军出殡了。天阴阴沉沉的，空中乌云密布，到处纸钱纷飞。人群中开始隐隐地传来哭声。大长公主陆继送小将军即孟家一门忠烈。一声长喝响起，大长公主亲自带着家人祭奠小将军。裴国公府陆继送小将军即孟家一门忠烈。恒王府陆继送小将军
即孟家一门忠烈。晋王府陆记，宋小将军即孟家一门忠烈。镇西将军府陆记，宋小将军即孟家一门忠烈。国子监陆记，宋小将军即孟家一门忠烈。进行成全百姓陆记，宋小将军。这陆记送的是孟尝云，更是孟家一门忠烈。天启武将不知凡几，但是又有几人可以为了国家倾尽一门？路边一座酒楼的窗户边，圣国公府的人呢？老奴不知，这一路行来呀，确实是没有。天牢那边都妥当了吗？已经在刑场了。若是朕死了，不知道是否会有这等盛况，是否会有百姓痛苦感念。这圣国公府可是武将之首，怎么没有出现呀？圣长阁城门口一问，让人感觉荡气回肠。今日怎么？圣长阁没来，的确没有见到。哎，看，那不是圣世子吗？初春的城墙上寒风烈烈。圣国公府陆记送少年英魂飞将军。断头今日意如何？为国艰难百战多，视死如归为家国。万众瞩目之下，另一边的挽联也忽然放下：此去全台招旧部，旌旗10万斩阎罗。断头今日意如何？为国艰难百战多，此去全台招旧部，旌旗10万斩阎罗。孟家一门忠烈，倾尽孟家一门性命，护我天齐数十年安稳。我们不受战乱之苦，安然此生，是因为有人用血肉、用性命砥砺前行，为国、为家、为百姓，死又何惧？即便是无边黄泉，亦可以重招旧部，旌旗10万，地覆人间，何愁不能再战？众人心脏像是被重锤猛击，耳畔忽然作响。城内圣国公府陆记送小将军，城外圣长歌陆记送家人远去。众人随着关谷往前走。这是花？胡说！这个季节京城里哪儿来的鲜花？假的吧？哎呦，竟然是真的！这是一条花路，从城门口一直蜿蜒入山林。小将军征战四方，战无不胜，是天齐人人敬仰的战神。但是我们忘了，孟尝云是个姑娘，是个极美的姑娘，14岁，尚未及笄，父母之爱没有尽享，兄弟姐妹之欢也没有享受，没有嫁人，没有子女，这一生止于含苞待放的14岁。圣长歌是京城第一纨绔，但也是惜花人，倾尽一城花，只送家人归。孟尝云，愿你来生父母兄长健在，尽享天伦。孟尝云，愿你来生锦清华府，一世无忧。孟尝云，愿你来生不入沙场，不握刀枪。孟尝云，此生已罢，安然归去。孟尝云，你的仇有我圣长歌，孟家我圣长歌护着。圣世子，这把伞给你吧。你怎么在这里？今日不是？今日孟尝云下葬，身为孟家人，此时没有跟着去，着实有点不太合适。重孝在身，唯恐冲撞了小将军，就不去了。何况今日……圣长歌顿悟，我也就能在这里送一送了。圣长歌没有说话。云儿妹妹是很好的女孩子，只是造化弄人。我甚至不知道权势贪欲会将人变得面目全非。明明他们想要的东西，将来有一天我也会努力挣给他们，为何还要如此？圣长歌有点莫名其妙地看着孟云清，他们不熟，人总有走错了路的时候。祖母也很好，一向是特别疼爱我的。世子重伤未愈，还是注意一下的好。孟云清说完，踉跄着下了城楼。京城里奇怪的人似乎越来越多。问问孟云星母亲何时出丧，送一份电仪去。世子爷，后面是锦世子的马车。圣长歌看着蠢蠢欲动的手，回府吧。司机一个机灵，马车瞬间就加快了速度。哎，圣世子见到咱们的马车，跑这么快做什么呀？话真多。听风瞬间不敢说话。
太子的长随呢？城门口出事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一直在找，没有什么消息。凤吟怎么来到晋阳的？怎么来到孟长云身上的？这都是谜团。同样的话，盛长歌也在问：太子的长随找到了没有？思琪摇头。如果你们都会易容，那么太子长随呢？思琪和思墨眼睛瞬间一亮。盛长歌立在书案前，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一个人的模样，笔画虽然少，但是格外的形象。思琪和思墨瞠目结舌地看着盛长歌。小爷我惊着你们了，有老头在，即便是小爷纨绔，从小请的师傅可都是1等1的好。这是高手，纨绔的另一面难道就是天才？留心这个人。世子爷，奴婢给您端来了好吃的。思墨闪身从窗户出去，等到俏从进来的时候，就看到盛长歌在努力练字，看着那一手狗爬字，思琪满头冷汗，急于暴走。这字真他奶奶的辣眼睛！哎呦，俏从越来越水灵了。哎呀，爷还真的是饿了。不过世子爷，皇上又送来了赏赐，就在前院，说是奖赏你城门口所为。是吗？小爷我天天满京城乱窜，听了说书的说过几句，也听过城隍庙的老乞丐讲过别的地方的故事，如今真的用上了。怎么样，小爷我厉不厉害？是不是惊世骇俗？那是自然，我家世子最是厉害了。哼哼，你家世子就喜欢你这小甜嘴。讨厌，奴婢去端姜汤。国公府的待遇真好啊。桌子上的东西却是一口没动。到了吧。一个低眉顺眼的丫头从外面走了进来，在桌子上摆了相同的一桌饭菜。城门口一家客栈里面，爷，这盛世子当真有大才。抄下来，让人查一查什么地方有，给盛世子再送一点东西，说路迹甚好，朕心甚慰。他身边的人自是不敢随意接话。回。他的公子还没有说出来，就看到远处一骑飞速而来，木刚的脸色瞬间就变了。800里加急。世子爷，陆天笑。景亭却是看到了那风雨里的一抹黄色，承安出事了。陛下，800里加急，承安的临平郡、沐风郡和天官郡已经失守，西岳要兴兵北上，镇西将军希望陛下增兵支援。还有什么？细细说来。西岳太子命令军士阵前挂白幡，祭奠孟家一门，说西岳要是有如此忠君爱国之人，何愁不天下大同？天齐穆家就是蠢。如果不是云将军再三叮嘱，他绝对不敢说这些话。还有呢？南楚皇室义祭奠小将军，虽说是他国，但是忠君爱国、骁勇善战之士，他们佩服。但南楚蠢蠢欲动，意欲与西岳联手啊！另外，承安百姓家家挂白，青壮都要参军，守卫小将军打下的城镇。孟家几时重要到这个地步了？诸国联手，天齐纵然强大，也是没有办法抗衡的。宣圣国公、景亭、裴国公、庆王、恒王、贤王是不是回来了？一并找来。另外选几位将军。很快几个人就来了。诸位看，此次谁领兵比较合适？父皇，儿臣愿意去。你？儿臣身为皇子，享受常人不能及的富贵，自然也有常人不能及的责任。哪怕为国捐躯，儿臣也是无惧。儿臣愿意去。小将军是儿臣未婚妻，儿臣去给他报仇，收复失地，守护承安。黄毛小儿没有上过战场，不管他们有什么心思，他都是不放心的。陛下，老臣愿意前往。陛下，末将愿意前往。老四，你怎么说？父皇，儿臣没去过战场，没有领过兵，儿臣去了就是送死，自己死了也就罢了，还要脱离那些士兵，得不偿失。混账！父皇何必动怒？儿臣就是个混吃等死的闲散王爷，如此过得轻松自在，几个兄长都出色，能者多劳。作为弟弟的，躲在后面清闲度日不好吗？不成器的东西！圣国公，你怎么看？臣但凭陛下决断。景亭有什么看法？臣认为要去个熟悉战场。圣国公，就你去吧，带着孟家的小世子领兵前去支援。圣国公威名犹在，孟家
家的人也在，希望成安可以平息战火。盛国公还没有回话，就看到魏源在门口焦急地走来走去。魏源，怎么了？国公爷，世子又去画楼了。听说就是上次和裴公子抢的那个媚儿，如今2个人又对上了，要打架。混账东西！盛国公吹胡子瞪眼。陛下，为国效力是老臣本分，只是老臣希望陛下能找个人管我家那个兔崽子。老臣不在，怕他能捅破了天。这最好是个有学识的。他今年竟然要下场考试，老臣不希望他多出色，至少不能把老臣的脸踩在地上摩擦呀，家门不幸呀。景亭心头一跳，就感觉不好。景亭大才，14岁的状元就交给景亭吧，你自安心前去。景亭想要拒绝，但是对上盛国公喜不自胜、感激的眼神，到嘴的话就没办法说出口了。哇哦，羊入虎口。揽月楼里今日不甚热闹。你丫的让不让给小爷？不要敬酒不吃罚酒哦。哼，小爷我怕了你，说好了的，谁赢了是谁的。你丫一身重伤，打得过小爷吗？乖乖回家娘们儿一样的躲在床上养伤去。就你那软脚鸡的模样，估计都爬不上床吧。平日里可以是酒肉好兄弟，但是女人嘛，绝对不让。盛世子，听说你没种？哼，有没有种？让媚儿试试，明天告诉大家。你滚蛋！媚儿是小爷的。谁是你的？大哥，你回来了。裴森，你也有今天。裴森被大哥拎着，就这样转身远去。你让谁试试你有没有种？疼！老头，你不是进宫了吗？进宫也能逮着你，回家读书。盛世子努力呀，我们看好你。千万别，小爷我不看好我自己。你还小爷，你还不看好自己？知道自己不行，夸什么海口？去给老夫丢人！一边数落着，一边把盛长歌拎到景亭的马车前。金世子啊，老夫要上战场了，这个顽劣的东西就托付给你了。爷爷，你是说从今以后是他监管我？简直太惊喜，有没有？金世子，小条子也给你，不听话就抽。这孩子不打不长记性。爷爷，景世子光风霁月，不是会抽长哥屁股的人，你不要乱说话。我很期待抽屁股那日。爷爷，我是不是要住进景王府？嘿嘿嘿，景世子的脸，我的手来了。景亭一条子抽在盛长哥的手上，条子很好用。盛长哥捧着自己的手，哀怨地看着景亭。你自然是住在国公府，景世子是监管。盛国公不是没有要求过，人家景世子不同意呀。可是爷爷不在，盛国公府不安全啊，万一又有人来一见，那我怎么办？冲着景亭眨呀眨，求求你啊，让我住在景王府。本世子会在盛国公府外多加一队侍卫，景王府的侍卫尽职尽责，你放心。加一队景王府的侍卫，他自由的人生还有什么趣味啊？放心，你上午习文，下午习武，安排的妥妥的。盛长歌欲哭无泪。盛国公府的书房里，爷爷，长安出事了。西岳占了临平、沐风、天关3郡，目前欲新兵北上，少了小将军，敌军士气大振，云将军抵抗吃力，而南楚也在蠢蠢欲动。如今皇上让你去，不怕你染指兵权了？想不住呀！若是西岳节节得利，南楚必定兴兵，到时候天齐就更是被动。所以爷爷的想法是打退西岳，打怕西岳，杀鸡儆猴。你小子想什么？当年的镇远侯可是老夫一手培养出来的。孟尝云告诉你了吗？盛长歌一愣，孟尝云的记忆里，他的父亲对盛国公格外的尊敬，从一个小小的士兵到一位令人闻风丧胆的将军，从来不知道这背后培养的人竟然是盛国公。你既有小将军的所有记忆，对于长安也是格外的熟悉，来给爷爷分析分析。你信？我信，
我的孙儿岂是凡人？上人拿来石头、沙子、树枝、木块等东西。你懂沙盘？盛长歌也不说话，兀自忙活起来。不一会儿功夫，长安3个郡的大制地帽已经出现在书房的地面上。老头，来，沙场点兵，我可不希望看不到你回来。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将来你爷爷我还是要带重孙子的，你别想逃脱我的小条子。盛长歌无语，好好的事情干嘛扯到小条子上？临平郡靠近兰江，3面被江包围，易守难攻，但是西越军过江作战必定多有不便，并且他们对地形一定也没有那么熟悉。临平的弱点在这儿。盛长歌拿着东西在沙盘上指指点点，勾勾画画。盛国公摸着胡子看着，不时插上几句，眼里都是欣慰。他的孙女儿果然是天生将才，他说的每一点都攸关战争胜负。小子，你说了这么多我也记不住呀，不如你画下来。老头，这个东西你感觉画下来安全吗？盛长歌怒对，这老头哪里是记不住，就是懒。老爷，老太君带着孟世子在门外，请进来呀。老太君说重孝之身不宜进门。什么屁讲究，请进来。嘿，老头，听说孟世子过目不忘。放心，马上办。孟世子？盛世子？什么盛世子？盛长歌。在下孟林渊。过来，看看这个长安的地形。我爷爷说脑子不好使，记不住，画图不安全，就仰仗你记下来啦。拉着孟林渊一通讨论，惊奇地发现孟林渊竟然不是一个书生，对于兵法也几乎是张口就来。长歌，我记住了。那长歌郑重地拜托你，看好我家老头，他爱喝酒，爱玩爱闹，不要由着他。我等你们战场归来，带你玩遍京城。如此，林渊也就把老祖母托付给长歌了。祖母中了慢性毒，一直在调养，身子不好，还请长歌时常照看。明白，那也是我的祖母。我也是把国公当做自己的爷爷。你俩倒是惺惺相惜。小子要听话，爷爷走了。老头，我舍不得你。傻小子，又不是不回来。多带些人，注意安全，保重身体，以后好带重孙。好好好，生一窝，哈哈哈哈！一窝？您老真的确定？送走了盛国公，盛长歌站在国公府门口，左右环顾。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规矩人？从此开始，我没有小条子打的快乐生活。思琪，小爷带你去喝酒哈。京城最好的美酒，最美味的食物，最安全的赌场，最勾魂的姑娘，你想去哪里？小爷我带你浪。世子爷，夫子在书房等你。那个莫姑姑，我走了哈。刚刚你说什么？我没听见。话音落，人已经一溜烟窜了出去。揽月楼里，思琪死活不进去，就黑着脸站在门口。屋子里，妹儿有没有想小爷啊？小爷想死你了。自然是想的。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世子一日不来夸夸，奴就感觉世子一点味道都没有。青碧也想了，陶妃也想了。哎呀，人生得意须尽欢。世子爷，今日玩什么呀？不如妹儿唱些诗词歌赋给爷听，爷是要下场的。裴森那厮坑我。自然极好，爷说什么奴就做什么。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盛长歌感叹，这才是人过的日子。妹儿姑娘，小爷来喽，快点出来迎接。他经常骚扰你啊？没啥事儿，爷且歇着，身上还有伤呢。那个陶公子屡次上门，非要妹儿给他做妾。
陶公子，承平伯家的陶公子陶哲思。是。陶飞话音未落，就听到房门口思琪的声音传来：公子止步，这是我家爷的房间。你家爷？你家爷？小子，不是谁都能称为爷的。你丫的知道本公子是哪位爷吗？是要你磕头跪拜的爷。能让小的跪的都是死人。纨绔也分几种，他家世子是纨绔，但是绝对不是让人讨厌的。面前这个斗鸡走狗，嗜赌如命，强抢民女，殴打百姓，那是能干的坏事一件都不落下。嘿，你小子咒我，给爷打！他话音未落，面前的门一闪，就是一拳头揍在他的鼻子上。竟然敢打小爷，你找死！他两眼昏花，根本就看不出面前的人是谁，打的就是你。看他扑通一声倒在地上，直接上前对着他鲜血横流的脸一顿啪啪啪，接着就是用脚对着他的身体死命的踹。小子，你敢打爷，你死定了！小爷洗干净脖子等你，陶渣子，你放胆过来！陶哲思这个时候才看清楚，面前的人是盛长歌。看清楚了，是小爷我。和小爷抢女人，你嫌弃自己的命太短了，小爷不妨帮老天收了。盛长哥，这揽月楼人人来的，几儿人人可以叫，怎么就是你的？切，是吗？来，让小爷看看你的胆量。陶哲思挣扎着站起来，冲过来就踢。蠢货！盛长哥，我要杀了你！陶渣子几时吃过这个亏，恼羞成怒。盛世子，我家世子请你回去。等我忙完，去宠幸你家世子。话音落，盛长歌再次拳脚齐上，只打的陶哲思哭爹喊娘。你丫的，还强抢民女，简直丢尽纨绔的脸，还当街纵马殴打百姓。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啊？不过是个躺在你爹功劳簿上混吃等死的货。让妹儿给你做妾，你家里都有18个侍妾了，还不算通房丫头。承平伯府被你糟蹋的丫头数不胜数，你竟然还有胆子侮辱小爷心中的仙女！以后还敢不敢来揽月楼找麻烦？不敢了。还不滚！看着陶哲思的小厮抬着他离开。哎呦，爷的手脏了，也疼。奴给爷吹吹。爷何必得罪他？他父亲是个护短，并且睚眦必报的。你家爷也护短。盛世子，我家爷耐性不好。看完了战斗，拖延了时间，估计世子的小条子是准备好了。听风老哥，打个商量，不如你和我说说，你家的那条大黑狗最喜欢什么？小的为何要和盛世子商量？就凭你只顾着看戏，耽误了通报的时间的。不要以为他没有看见，听风早就来了。你说了要宠幸世子，你说我家世子知道了？盛长歌冷飕飕地看了他一眼，转身又进了揽月楼，一副小爷不爽，小爷哪里都不去的模样。说祖宗，我家大黑喜欢吃烤鱼。你确定你家大黑是狗？那大黑竟然就这样来了。世子爷说了，既然盛世子总是想要往外跑，那就让大黑看着你。至于功课，世子也已经交代夫子了。没天理！明知道他就是怕大黑。你找世子说去。哼，回去就回去。盛长歌磨磨蹭蹭地走着。这家馄饨很香，来一碗。哎呀，这个小娘子很有趣啊，聊一会儿。那家酥饼极好，排队等着。等到终于往盛国公府方向走的时候，听风和狗都累得蔫儿巴了。盛长歌叉着腰和他斗，哼。盛世子，世子爷说，只要你在回家的路上多晚回家都可以。哼，若是你家世子让我摸一下，我也不是不能早点回去。但是世子说了，他交代的背下的2篇策论要写1篇感想，明天早上是要亲自检查的。
完不成明天就有10小条和5篇等着，而且是把和府的人都召集过来围观，看看还有没有人敢放你出去。盛长歌瞬间蔫儿巴了，天风和思琪同时出手，一头撞在路边的树上。盛长歌瞬间感觉自己眼冒金星，头晕目眩，头上有温热的液体流淌下来，不会破相了吧？不就是没有回去背策论？你们至于下死手吗？像小爷一个纨绔，也只有容貌拿得出手，这脸皮都磕破了，以后脸皮不够厚，怎么撩动京城美女芳心？哎，无人回话。盛长歌擦了擦血迹，才看清楚，他的眼前只有大黑狗蹲在那里，天风已经跳在墙头上，而思琪已经不见了踪影。盛长歌蹲下身子，看了那支长剑，和城门口射穿他胸口的一模一样。世子一会儿就过来，你且等着，刚刚是真的来不及。霆锋，你说谁对我这么情有独钟，不死不休？大概风流债太多，满世界撩美女，人家的父兄，人家的情人，人家的丈夫，不恨都是有鬼。胡说，小爷我也就是过过嘴瘾，小爷我守身如玉，小爷我还是个童子身，你不要污蔑小爷。那么童子身盛世子可以回去了吗？毕竟童子尿也不是武器。景亭，你让我摸一下，我就原谅你见死不救。满脸血，真脏。本世子不需要你原谅，明早策论背不出，感悟写不出，你需要求本世子原谅。哼哼，你等着。他瞪着刚刚回来的思琪，拔出来，趁着天没黑，去裴国公府蹭饭。思墨去了，显然还没有追上凶手。景世子，人家问你守身如玉呢，童子尿也是留给你的呢。景亭一阵恶寒，盛长歌挥挥手，潇潇洒洒的往裴国公府去了。如何？思琪最先反应过来追上去的，现在是思墨在追，我的速度不及。不过盛长歌在揽月楼打了程平伯的儿子，那个陶哲思。程平伯。景亭微微皱眉，今夜御医诊断之后，打断他一条腿。不管是不是程平伯，陶哲思干惹他罩着的人，先打了再说。天色微黑的时候，盛长歌站在了裴国公府门口。世子爷，您这是？当然是来蹭饭啊！盛长歌白了他一眼，风一般的往里卷去。裴爷爷，哥儿来蹭饭啦！啊，鬼啊！裴爷爷，我爷爷去长安了，我来蹭饭吃，可以吗？是盛长哥，你是什么鬼样子？孙儿。裴国公目光死死地盯着桌子上的长剑。哥儿今天遇刺了。裴爷爷，小事儿，您找人给哥儿清理一下伤口，哥儿饿了。请府医给世子包扎，去厨房吩咐，上最好的席面。女眷们开始缓过来，退出去。会不会留疤？小爷的脸会不会留疤？不会不会，老夫这里有上好的秋疤膏，哥儿放心。哎，哥儿啊，不是裴国公府做的，你和孙儿要好，我也一直拿你当孙儿看待。哎呦，我知道，所以没去找黄伯伯，不是直接找您老来了吗？前面一支箭还没查清楚，又来了一支，这是针对盛长歌还是针对裴家？不过裴爷爷，您丢了多少支啊？我都不知道下一次什么时候再来。盛家一穷二白，又没钱，我也就钻花楼喝喝小酒，也没有做什么天怒人怨的事情啊。吃饭，裴爷爷一定严查。叶儿和我来。等等，爷爷让景世子管着我，裴爷爷知道吗？裴森直觉不妙。爷爷，我去看看菜都好了吗？裴国公瞪了一眼，裴森只好坐着不动。知道，景世子高才堪为太子师，哥儿你可是赚大了。哥儿想着朋友嘛，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能一人吃独食。刚刚景世子给了2篇策论，说是明早检查，毕竟是要下场的。好，景世子给的策论定然极好。孙儿吃过饭呀，和哥儿去背。爷爷我。裴森苦着脸，被坑了。赶紧吃，抓紧去，
你以为谁都能让锦世子给策论？你是沾光了，知道吗？小人，请停止你拉着我干嘛？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啊！那个粉红衣衫女子好俊。那是我哥的妾室，你可不要乱来啊！快吃，去我院子被策论。夜色静寂，盛长哥睡的那是一个香甜，而裴森还在隔壁叽里咕噜的背策论。裴国公说了，裴森背不出，明早脱了裤子打屁股。可是这份安静并没有维持太久，整个裴国公府就乱了起来。盛长哥睡眼惺忪的坐起来，大黑，不是吧？长哥，你这里没事吧？能有什么事情扰人清梦？府里进了毛贼，怕钻到你的屋子里来。没事，睡了。良久，他才听到窗户有声音进来。思琪的身上有淡淡的血腥气。裴国公府不少高手，不过是别人的戏。所以你在告诉我，你其实很牛。如果是这些高手出手，你没有生还的机会，而且完全不需要用暴露自己的手段。所以那支长剑完全是栽赃？可以这么说。盛长哥笑了，思琪还是太天真。盛国公府里，盛玉书不喜欢庶妹盛玉蝶，所以那日在白氏和盛战要到跟前的时候，自己跳到了水里，非说是走在一起的盛玉蝶推的。所以思琪有些不解，天寒地冻的，谁会相信一个女孩子自己跳到水池里？所以盛玉蝶被罚跪祠堂，从此不讨喜。而这种自损栽赃的方式，一向都是非常的好用。第一，所有人都同情弱者；第二，没有人会相信一个人对自己下狠手。明眼人一看就是栽赃，有时候不一定是真的栽赃。所图是什么？有人栽赃，那图的不仅是我死，还是裴国公和盛国公彼此消耗。所谓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不是栽赃，那水就深了。你怕长得不是人的脑子，想这么多。我要裴国公府所有女眷的名单来历。友情提醒，在人家家里调戏人家女眷会被打死。滚，麻溜的滚。静寂的京城却是在这个时候喧嚣起来，有一个地方火光冲天，几乎照映了半个京城。盛长哥打开门出去，脸上笑意全无。那个方向是盛国公府，盛长哥就是没动。裴国公府竟然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来叫。直到早上，王德来到裴国公府请人。朝堂上，陛下呀，你要给老臣做主呀！老臣就这么一个儿子，盛长哥竟然把他打得爹妈都不认识了。他和我们承平伯府什么仇什么怨呀？真是往死里打呀！承平伯，明明就是你儿子去揽月楼抢人家心上人做妾。胡说，谁看见了？哎呦，更过分的是呀，昨天夜里竟然有人去府里把小儿的腿给打断了。宣柳院判。回陛下，第一次出诊，陶公子的确有伤，肩胛骨断裂，其余只是皮外伤。第二次出诊，的确被打断了腿。盛长哥悄咪咪地站在景婷的后面。熊孩子做错了事情，都是找家长的，找景婷就好。景婷感觉身后有异动，避开了盛长哥的碰触，重新拉回3尺以上的距离。果然，靠山山倒，靠树树倒，靠男人会跑，还是要自立自强啊！盛长哥，可是你所为？是啊，在揽月楼是我打的。伯爷，你家熊孩子和人打架，打不赢就恶人先告状吗？你胡说，明明是你殴打我儿。那么，伯爷，有人闯入你的房间，要拉走你的女人做妾，难道你还要说对不住，是我耽误了你，马上给你让床位，然后把女人双手封杀？你胡说什么？不过是一个青楼女子。青楼女子不是人，青楼女子偷你家鸡了，逮你家狗了，让你这么轻贱。伯爷逛青楼的时候，怎么不说不就是一个青楼女子？你去了，不是掉价？你胡说！
打死你个黄口小儿！